下进行个别的这个外展的访视，对不对？对，没错。我们的社区职能治疗，职能治疗师在看个案的角度是这样子，那心理师在看个案的角度是这样。好，大家好，那今天很开心来到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北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我们今天要来采访一位职能治疗师杨治疗师，那请他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卫生局北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职能治疗师杨维杰。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开箱 OT 职能治疗师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定位跟角色。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算是在各个县市的发展的状况会不太一样，有些县市其实蛮早就开始在发展，像台北啊、高雄，他们好几年前就已经有在推动了，大概2年前左右呢，因应的这个社会安全网第2期的这个计划，那其实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去建制这个心卫中心，全国各地的这个标准就也比较一致这样子。好，那以台南这边的话呢，就是目前有我们这边的北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还有盐水区、善化区，以及最近刚成立的这个关庙，然后后续今年也会开始成立的话是安南区这样，会有5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到底在做什么？可能这个大家觉得蛮抽象的，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心理版的卫生所，因为我们卫生所像是这个打针、吃药啊，这个一些跟身体比较有关、健康相关，如果心理的、生理的都笼中包给那个卫生所，其实很累啊，里面护理师啊，那个忙不过来。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一起来分担这个心理的部分，这样子我们的民众。这个市民朋友不管有一些这个心理健康啊、精神困扰啊相关的疑难杂症，我们都是可以来聊聊这样子。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话，我们这个里面的配置的话，包含说我们这个执行秘书算是我们的主管，然后在底下会有督导，那再来就是其他的我们各个职类，包含说这个护理师啊、心理师啊、职能治疗师啊、心卫社工、关怀访视员等等的。我们心理师就超能力就很像读心术一样，透过跟个案去互动啊，去了解个案的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或是去协助去厘清他个案的一些思绪啊，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护理师个案在打败这个疾病大魔王的这个过程，就帮忙健康帮他去做补充，不管是可能是药物方面的咨询啊，健康相关的药物相关的，他都可以来做一些协助卫教。心卫社公司它就很像是像这个哆啦 A 梦百宝袋一样，这个案它需要什么资源啊、钱相关的一些物资相关的它都会评估它的需求，这个去帮它媒合去找到对应的资源。我们职能治疗师其实有点像是这个生活的魔法师，我会去评估个案的需求，协助他去厘清他的目标。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跟个案评估完之后，发现他的问题好几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去协助他去厘清，哪几个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那我们一个一个各个击破来协助他，来让生活好像变得魔法一样，就可以来重新来胜任这些不同的生活的事项，这样子。来介绍我们的心理咨商室。好，我们毕竟心理卫生中心很需要跟我们的个案啊成员来好好的这个畅谈聊心情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然后来提供让一起来这个聊聊天，了解他的状况这样子。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办公区啦。反正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是一些规划活动啊、设计治疗计划啊，或者说可能我们有心理师、社工师、访视员，我们可能就会用就是电脑去规划一些我们的计划等等的。然后像我们的，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从零开始啊，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去设计规划。对，职能治疗表单。对，表单啊、记录表啊，就自己去设计这样。那我们要跟着职能治疗师一起来出任务，等一下要进行个别的这个外展的访视，对不对？对，没错。我们的社区职能治疗个案的需求目标不同，我们的治疗地点不一定会在案家或是心卫中心，我们可以
把治疗地点定在可以达成我们职能目标或者可以训练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刚好这个北区新卫中心附近有个好邻居，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公园总馆。那我们刚好附近有个公园，今天这位个案刚好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是把地点定在这边。那我们待会就一起来进行吧。好。我们待会就进去逛，就是我带你可能走几个区，可能也许会比较对你有帮忙的。好，那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可以让你去有哪些 keyword， 就是哪些书名的关键字，可能对你会是有帮忙的类型这样子。我们3分钟的时间，你大概看过一轮，然后你帮我挑出你觉得挑2本就好，你觉得也许你会比较有兴趣或比较帮忙的书籍，你试试看。我也挑看看。如果说你之前提到那个聊天，就人际互动的部分然后就是人际沟通，因为人际沟通书真的很多，就是他可能有提到一些实际的部分，那我就会觉得这个部分对我帮忙。那我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会去看，因为我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如果未来你这个你觉得状况比较好，然后想要去做一些电脑相关的练习，就可以来再去逛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散步，然后聊一聊。好，很棒的地方就是你至少心情这么低落、这么糟，你还是有鼓励自己。就像你讲，你觉得可能在家待着会更不舒服，所以你还是有勉强起来出门运动，让自己的活动量可以走1万步以上。然后像我们今天有约这个职能治疗，其实我前一阵蛮担心，然后会不会因为地震影响到你睡眠，然后你就爬不起来。可是我觉得这部分是你很棒，你还是会去打起精神去做一些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议题的话，就会是说怎么样帮忙自己拉一把。我相信这种恐慌或者是说这种低落的感觉，未来还是会持续会出现的。觉得好难缓过来，尤其像是心悸啊，我都不除了喝饮料之外，我好像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缓和。这个就是关于扩增自己的工具箱的部分，把它写下你觉得可行的一些策略。虽然说我们不鼓励喝含糖饮料，不过如果真的到那个程度，你觉得喝含糖饮料会让你舒服一点，那也许这会是一个方法，至少维持每日1万步，这也是一个帮忙自己拉起来的方法。类似这种让这个作息规律的一些方式，就是你的工具如果说越多的话，这个万一这个不舒服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工具可以去应对。我们职能治疗这几个月下来，可能对你生活的部分啊、心情的部分啊、疾病的部分啊，你觉得有没有对你哪些觉得是不错的，或是有帮忙到你的？我觉得职能治疗是在就是我状况很差的时候，可以循序渐进的慢慢把我拉起来。职能治疗就是好跟我原本想象的不一样，不是只有就是提供职业的一些询问，也会着重在之前的准备，如何就是调整一些作息啊，或是每个人的情绪会花费比较久的时间，可是对我这个以就业为目标的人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想问一下治疗师，就是这边的个案要有什么样的收案条件才能接受职能治疗的服务吗？我们局内的流程的话，我们是会有就是个案在发病之后，他们会有些如果住急性病房的，那在出院的时候，我们会系统会去筛选他的诊断。那如果他诊断是符合特定几个的话，那就会进入我们的最终关怀的名单里面。那至于一般民众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限制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的需求啊，我们都可以安排所谓的职能咨询。那我们就是可能是打电话，或是直接来，如果住附近的话，可以这个来新卫中心这边直接来约这样子。就是希望说新卫中心可以成为这个大家的好处兵，这样子。通常个案他们大概接受服务的频率跟次数怎么样？职能治疗来说，我们可能我们转介一次的话，就是排6次的职能治疗。这6次的话，间隔多久不一定，看个案需求。我们可能是每1周或者隔周，那
这个来进行这个居家或社区的职能治疗，期限大概是不一定啊，通常大概是3个月左右这样子。会有先有6次这样子。对，会有6次。没错。我是家珍心理师，就是平常在新卫中心是担任諮商心理师的工作。因为刚好我的 partner 就是他就坐我隔壁，所以刚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就是个案的状况。那我这边比较负责就是个案，他可能他在心理层面他有哪一些部分可能看不见自己的优势，或者是他在这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创伤。那我这边如果先帮他做一些创伤的处理之后，治疗之后，他有看见自己其实很 OK， 是可以慢慢的找到生活上的力量。那这时候就很需要职能治疗师，因为当他的生活要重建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生活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要找工作的时候，他要面试啊，然后面试了，然后他去工作了，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都会需要职能治疗师，就是可能去跟他做讨论，或者是去协助他。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因为就本来就会觉得有一条龙的感觉，就是他的心理有重建了，然后他接下来就是生活重建，可以看见那个个案他可能需要加强的能力是有哪一些，比如说人际互动，或者是他在面试上面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维姐 OT 很厉害的地方，对，那我自己合作下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跟维姐还算，虽然我们年纪有点差，就年纪比较大，她会有沟通问题，对。可是我觉得维姐很棒，她是会愿意先去听，然后再去提出她的看法，蛮多可以去讨论的，然后去看见说，哦，原来职能治疗师在看个案的角度是这样子，那心理师在看个案的角度是这样，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怎么样去合作，或者是去给个案一个更全人性的，就是去协助他。我是台湾卫生局的心理卫生的社工啊，然后叫洪正友，我都会评估个案在就业上赋能的这个需求比较大的状况下，我会试着转介。因为我觉得我们心理卫生中心这个职能治疗的资源蛮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去家访个案，更有讨论的空间。对，然后也随时能根据个案的状况去做调整。我觉得这是心理卫生中心的一个优势。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其实职能治疗师在社区的工作其实是充满挑战，但同时也是可以更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跟他们的需求这样子。对，那也很欢迎有对社区心卫心理健康工作有兴趣的职能治疗师都可以来投履历，因为就是心卫中心有持续有在开缺这样子，我希望有更多的职能治疗师能够加入这一块的服务这样。那如果您或您的亲友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的协助的话，都很欢迎可以跟心理卫生中心来做联系。那这边里面专业的团队都会随时为你们提供服务哦。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帮我留言在下方。想要看更多治疗师在社区做什么，就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吧。那今天就到这边喽，拜拜。